7个每天都应该坚持的简单习惯，我们究竟是如何按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生存下来的？简言之，就是习惯，我们都会养成习惯，否则我们也不会活得长久。我们养成了这些根深蒂固的、不知不觉的行为，并塑造行为以使我们能赖以生存。但这些习惯要么推动我们前进，要么扼杀我们成长。所以，我们要建立一些好的日常习惯。1. 建一个起床日常。不管是早起的人还是夜猫子，如何开始一天都很重要。就像电影开场，这是为精彩的一天做好准备的第一次机会。做一些让自己感觉精力充沛的事，是帮助进入满意一天的出发点。整理一下，比如在前一天晚上做好准备，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照顾。因为谁都不会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就各种想，我的钥匙在哪里？今天我需要带些什么？哦，不，我想穿的衬衫洗了吗？2. 多喝水。是的，我们知道大家以前都听说过这句话，但让我们惊讶的是，这是我们一直都能从每个人那里听到的真正有意义的事。我们人体的一切正常运转都依赖于水，身体和大脑的交流、营养运输都严重依赖于水合作用。我们体内就像威尼斯。当然，需要多少水真的取决于各种因素，比如活动水平或所在地区的环境状况。但可以肯定地说，我们都必须非常努力摄入过量的水。还不信吗？那就试着每天喝上2到3升水，这样坚持1周，留意下感觉如何，是不是很好？3. 早点起床。如果是早起的人，或者是想在早上做更好事情的人，再推进一点，坚持早起，即使再早起10到15分钟，也能让自己的计划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，然后就会惊讶地发现能完成更多的事了。当然，要想保持健康和持续，确实意味着在前晚要睡个好觉，也就是说，要养成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，比如在睡前几小时内不摄入咖啡因，以及做好其他睡眠准备，像是在熄灯前至少1小时调好用电设备。4. 设定每日目标。开始时意愿很强，然后会想继续前进，这样就可以在最后赢得大奖。就像一只在树枝上摇摆的猴子，第一次大摇大摆之后会落在哪里？现在能看到远处那棵金色的香蕉树了，但只关注大目标，很容易让人在不知所措之间感到模糊和迷失。那么，列一个小的待办事项清单，这样就可以把下一步可视化，不会失去动力，然后就知道离那棵又大又亮的香蕉树更近了。5. 学会理财。别担心，这不是财经讲座，这只是策略性的，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基本关注。如今，我们倾向于非实体形式花钱，觉得只是数字变动，这就很容易忽略收支平衡。然后想，这里几美元，那里几美元是什么意思？甚至可以用1星期的时间来做个小实验，过一遍把钱花在了哪些东西上，除去房租开支，把这些钱加起来，看看有多少。惊讶吗？是的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所以可以用一个通用的50、20、30法则。这可不是说棒球比赛，是说如何分配收入。50%用于日常开销，20%用于储蓄，30%用于买一直想要的东西，这就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如果需要，还可以有一点回旋的空间。6. 要有积极的人生观。不，也不是说进入有毒的积极模式，吃太多的棉花糖也会生病。但当我们反复思考不愉快的事情，只期待坏事情时，往往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，因为我们开始不自觉地养成习惯，迫使那些坏事情成为现实。拥有积极的态度，并不意味着忽略可能出错的地方，这是一种信心的建立。我们有工具和资源使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，但如果事情没有完全按计划发展，机灵鬼都可以随机应变。积极思考最终会让人无意识地养成习惯，迫使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7. 给自己留点时间。也许在成长的环境中，曾因懒惰而被责备，因为花了一些时间给自己，为自己做了一些事情。幸运的是，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了。这并不是懒惰，从长远来看，有一些休息时间是健康且必要的。抽出一天中的一小部分，
每天做一些只属于自己的事，而不是为公司、为家庭、为其他人，只属于自己。这会帮助一个人重新专注起来，并以自己的身份与他人保持稳固的关系。坏习惯是可以改掉的，好习惯是可以养成的。要让自己开始，只要简单的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就足够了。对自己有耐心，最终就会发现，生活正处于上升期。你现在有哪些习惯？你是在尝试这些习惯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留言，祝我们都能早日养成良好的习惯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一定要点赞，并分享给那些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累的人。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